锅底烧焦发黑，别再用钢丝球啦！今天教你用它，一擦立马光亮如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厨房用具，我们以前最常用的就是铁锅、铝锅等。现在由于生活水平的发展，我们最常用的大概就是这不锈钢锅了，因为它的传热快，而且呢还比较轻巧。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。时间长了，不锈钢上面的污渍很难清理掉。遇到这种现象，最常见的解决方法就是钢丝球加洗洁精了。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，不过效果还是有的。但是我们在清洗的时候，还是有点费力气了。除了需要大力搓洗，还会对锅子表面呢造成一定的损伤。这种方法呢是不可取的。那么接下来看看我们是怎么轻松解决的吧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一些清洁溶液，材料是我们家里很常见的。准备一个容器，往里边挤入少许的洗洁精，2-3拱就行。跟着往里边呢挤入1勺左右的番茄酱，然后加入少许的白醋，将其搅拌均匀，使材料充分溶解。特别是番茄酱，一定要搅拌溶解开，这样后期呢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。到这里呢，大家肯定都很好奇了，这能行吗？别着急，下面呢我们开始实践。我们需要用刷子蘸取少许，将其均匀的刷在锅子表面。为了更好的验证效果，先涂抹一遍，把发黑发黄的地方统统涂抹到位。因为番茄酱它是酸性的，可以有效的去除锅边的污渍。它里边含有的成分呢，能与金属发生反应，进而使不锈钢锅恢复到光亮如新的状态。而洗洁精不用多说，洗洁精呢可以有效的去除油渍，白醋呢可以帮助锅具杀菌，还能够软化顽固的污渍，将它们组合对付锅边的黑垢，效果就特别好。涂抹到位后，我们再往表面呢撒入少许的小苏打。小苏打它的全名叫做碳酸氢钙。它不仅可以有清洁杀菌的功能，用来清洁烧焦的锅具呢也不在话下。就比如不锈钢锅上面的这些发黄发黑的，均匀的撒上小苏打后，我们静静的等它一会儿，让它们充分的反应。可以给它静置10分钟左右，让它慢慢的进入到焦黑的或者是黄色的污垢里面。如果说我们的锅太脏，污垢太重的话，那它静置时间可以再加长半个小时左右，才可以有效的去除锅上面的油渍以及脏东西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我们准备一把食盐，将其撒在同样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再准备一个擦洗锅的工具，将其细细刷洗干净。我这里准备了刷子，它具有很好的摩擦性，同时呢也不会破坏锅体表面。相比较于钢丝球缓和一些，比较于百洁布呢又更有清洁力度。我认为它可以很好的清洁工具，使用它不断的擦洗我们的锅，过程呢可以发现不需要很费力，黑垢就能够脱落下来了。之所以还需要加入食盐，是因为食盐形状呢是颗粒状的，把它加入到锅子表面的话，就能够很好的增强锅底的摩擦力。这样一来呢，使用刷子对其进行摩擦的时候呢，这些污垢就更容易脱离。我们擦完之后，我们用湿抹布擦开污渍看一下。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我的锅已经焕然一新了。我们同时也可以对比一下旁边没有清洗的地方，是特别脏的。这是我们刚刚洗过的，特别的干净，简直焕然一新。这样的清洗方法适用于铁锅、不锈钢锅、砂锅等所有我们平时家里面用的锅，因为清洁效果好，而且呢化学剂量不重，不会损伤任何锅体表面。好啦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将锅里面的其他部分呢，也涂抹上我们刚刚调制好的清洁剂，然后呢，用同样的方法呢，将其清洁干净。
朋友们，这是我已经清洗好的锅，已经焕然一新了。因为锅底呢有一点点黄，因为太久没有清洁的关系。不过相比较于刚才的样子，也不值一提了。实在比较注重的，待会儿呢，我们再使用钢丝球再深入进行清理就可以了。用以上的方法去对发黑的锅子进行处理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要每2个月呢就要处理一次哦。如果长时间不处理的话，其底部的污垢呢就会越来越厚，从而影响其导热能力，就会影响使用效果。大家一定要牢记，如果您想要清洁锅底，最有效、最省心的就是使用这个方法了，可以帮助我们省去一定的力气，而且呢，还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。有需要您不妨也试试。好了，今天对于清洁锅底的操作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水星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文方便，语句方便，期待与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